如今随便打听打听就知道，现在哪一个国家没有中国人？就算是不知名小国，都能在里面逮到1、2个中国人。说中国人遍布全球一点都不夸张，但是吧，就有这么个小国，国内没有1个中国人，就算有，最多也只能待3个小时，到点就得走。不是他们这么讨厌中国人吗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今天秋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摩洛西亚共和国简称摩洛西亚，位于美国内华达州，面积比梵蒂冈都要小，只有 0.025 平方公里，也就4个足场那么大。人口就更不用说了，只有6个人。人口想增长，全靠总统夫人。如果这样说呢，摩洛西亚绝对是世界上第一袖珍国。然而说是国家，但这只是摩洛西亚自称的，实际上没有1个国家承认过它，更别说什么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。摩洛西亚的邻居美国呢，完全就把它当成了个笑话。不过就是几个人买了块地，在里面玩国王游戏而已，只要你按时交税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但摩洛西亚就有点不服气了，什么话这是？一个国家的事能叫交税吗？那叫经济援助。先不说他们想法很抽象，就他们的来历也是相当的抽象。摩洛西亚一开始建立是在1977年，当时呢它还在欧洲，名字呢也叫做福尔德斯坦。因为没有自己的土地，就只能不断的搬迁，人在哪儿呢，国家就在哪儿。直到上世纪90年代，在内华达州找了块地，才终于落了户。原本呢，摩洛西亚还是有国王的，后来人走了，首相当即就封自己为总统，还把国名给改了。连亚马逊雨林都有中国人在那儿卖泡面，但摩洛西亚呢，硬是没有1个中国人，这是为啥？摩洛西亚总人口呢也就6个人，而且他也不接受移民。至于为啥只能待3个小时，你说一个位于沙漠、面积不大又没啥好玩的东西的一个地方，能待3个小时已经顶天了。当然，别看人家小，而且也不被国际承认，但人家自娱自乐也玩得很开心。不仅有国旗啊、国歌等一些比较基本的东西之外，还有独立的宪法、货币、邮局等等。他甚至宣称自己还拥有海陆空3军，但搞笑的是，说是陆军，实际才5个人，基本上是全民皆兵了。至于他的装备呢，也就是这辆车，而这5个人呢，除了当陆军外，偶尔还得兼任海军去作战。他们的舰艇呢，就是3艘皮划艇，简直不要太抽象。别说开着队打仗了，这浪一旦大一点，估计连人带船是一起没的。至于空军嘛，文件夹里面是有的，但现实中也就只能搞个气球当无人机。当初摩洛西亚还想用气球绑相机拍全国地图，结果气球半道卡树上了。说实话，也就是这种抽象吸引了不少游客，很多人都想亲眼看看这么个光明正大，在美国说是独立的小国是咋样的。如果来到这里，不仅能享受到总统的热情接待，给你介绍这个国家的所有丰功伟绩，而且只要花点小钱就能收获一大堆他们自制的周边。除了给自己家设定外，他还到处去彰显存在感。一个巴掌大点的地儿，人口多不多，全靠总统生不生的小国，居然在和德国打仗，你敢信吗？最离谱的是，直到现在摩洛西亚都没有解除战争状态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说是打仗吧，实际上就是摩洛西亚自顾自的自嗨而已。那时呢，德国还没合并，摩洛西亚呢就对东德宣战，而后来古巴送了东德一个无人小岛，等东德拿到岛后，也就在上面放了个雕像，就再也没人管了。结果这事儿被摩洛西亚知道了，哪怕东德后来没了，他也固执地认为东德没有消失，而是全部转移到了那个岛上。所以这仗还得接着打。这摩洛西亚是兴奋了，但德国压根就没搭理过他，或者说他们自己都是一头雾水。不是你谁啊？谁在和你打仗啊？当然，摩洛西亚的离谱程度呢还不仅于此。他不仅说自己是在金星上拥有5万多英里的土地，甚至还向美国宣过战，说把美国彻底消灭。完了还大肆表示说自己手里有蘑菇弹，国力强盛。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。要不是摩洛西亚每年都在老老实实的交税，都不用军队出手，美国税务局就会教他做人。摩洛西亚说是国家，还不如说这就是个私人领地。自封总统的凯文在里面扮过家家，玩得开开心心，沉浸在自己创造的美梦里，享受当总统的乐趣。虽然引来了不少嘲笑，但靠着奇葩事也吸引了不少的游客。虽然把摩洛西亚打造成真正的国家是有点不现实，但至少钱他们是真的赚到了。如果有机会，你也会来这儿旅游吗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，你发财的小手给俺来个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